大家好，今日想探討一下咧黑社會同埋政權嘅關係啊！大家知道咧，本來咧黑社會喺明清時期其實清朝咧就反清復明噶嘛，佢本身係對抗政權嘅。咁但係去到近代咧，佢就慢慢咧俾政權收編。今次咧喺英國咧倫敦經貿辦間諜案裏邊咧，魏志良啊喺佢個 WhatsApp 同埋 WeChat 嘅記錄裏邊咧就披露咗大量嘅資料，成為咗法庭嘅呈堂證供。咁法庭裏邊咧就話魏志良同香港嘅退休總警司馬志堅就匯報咯，話咧佢拉線底下咧以及咧唐人街嘅一啲嘅組織就係黑社會組織，呢個就係14K，就係幫阿爺去做事揾咗一個叫馬來西亞星嘅人咧去毆打啲示威者，然後佢同馬志堅講咧，佢話我知道你哋即係經貿辦呢條線咧，同阿爺14K 條線係兩條唔同嘅線，但係大家都幫緊阿爺工作嘅而馬志堅咧就代表阿爺咧去多謝魏志良幫阿爺做事。咁呢度涉及到一個龐大嘅黑社會跨境鎮壓集團，因為你喺倫敦，你係需要代理人去跨境鎮壓噶嘛。經貿辦係一條線，黑社會根據魏志良嘅講法係另外一條線。呢個問題嚟啦，點解唐人街會有咁多黑社會呢？呢個原因呢，就同香港嘅丁屋政策有關係。因為70年代咧，香港咧就要發展新界，當時咧就推出咗丁屋嘅政策。咁好多原居民呢就有錢啦，佢哋可以買丁權，可以起樓，可以收租，可以套丁。咁有相當嘅原居民呢，就去咗英國度居住，因為1983年咧英國國籍法生效之前香港嘅人呢係可以喺英國度合法地生活嘅。咁佢哋去咗香港咧嘅人呢，去咗英國喺倫敦唐人街度開餐館然後亦都有啲人呢就係嚟做廚房做樓面。咁慢慢呢，嗰啲嘅新界原居民本身就有黑社會背景嘅嚟自大埔嘅，嚟自呢個嘅荃灣嘅，嚟自屯門嘅元朗嘅，上水嘅嗰啲原居民咧就去咗。咁分別咧即係有唔同嘅字頭啦。大埔嗰啲咧就比較強咧，就係黑社會係嚟自14K嘅。然後元朗嗰啲咧好多係嚟自咧呢個和勝和嘅，所以和勝和同14K 咧成為咗咧唐人街兩大字頭啊。咁有一啲咧亦都係早期去到荷蘭，喺荷蘭咧從事呢個毒品工作，後來咧就再二次移民，再飄零去到呢個嘅倫敦唐人街度，後來搞正行，開連鎖嘅餐飲集團，開大型嘅商場 food court 咁呢啲咧就係非常之犀利。而咧後來90年代佢哋翻咗香港做議員從政。咁因為咧90年代咧當時呢個嘅公安部部長都話啦，香港黑社會都可以愛國，因為咧佢哋希望繁榮穩定，希望咧收編香港黑社會，佢俾佢哋翻去做生意，做電影公司做呢個飲食生意，開 disco， 然後喺香港咧亦都咧被收編為呢個嘅唔同嘅政治單位，做區議員嘅又有，做鄉議局嘅又有。咁所以呢個故事就係咁嘅。但係問題 14K 咧，佢而家就變成咗跨境鎮壓嘅打手啦。但係喺歷史上咧，佢唔係喎。歷史上佢係咩人啊？歷史上咧佢哋係國民黨啊。因為 14K 嘅 K 字咧有兩種講法，一種講法咧就話好似茄金咁硬。但係最實際嘅講法咧，其實就係喺廣州呢個嘅寶華路14號創辦嘅國民黨分支組織，呢個 K 咧就係國民黨，係國民黨嘅意思，係咪啊？佢哋係愛國組織嚟嘅係要咧誓保中華享太平啊！佢哋嗰個口號係咁樣噶嘛一登龍門振家聲，誓保中華享太平佢哋就係國民黨嘅分支組織。所以喺香港歷史上咧，14K 咧最有名嘅就發動咗雙十暴動。雙十暴動係1956年咧嘅一場咧大規模嘅暴動嚟嘅。呢個1956年發生咗咩事呢？1956年咧前香港咧調景嶺就有一個大型嘅難民營，由國民黨、台灣以及咧聯合國咧係資助咧係搞咗一個調景嶺嘅難民營，遍地都係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因為點解呢？49年南來嘅香港人咧大部分都係為咗避秦避共而嚟啊！佢哋個意識咧係接近國民黨嘅意識，接近咧孫中山蔣介石嘅意識嚟，所以咧喺調景嶺咧就係一片嘅青天白日滿地紅。咁但係後來調景嶺飽和咗啦嘛，所以咧港英政府喺各地都開徙置區，喺荃灣有徙置區，喺呢個嘅李鄭屋村有徙置區，喺深水埗有徙置區，唔同嘅地方都有徙置區。而徙置區咧有國民黨嘅支持者，但係亦都有咧共產黨嘅支持者嘅。點解會有共產黨支持者咧？你愛中共啊？點解你唔留喺大陸建設社會主義呢？因為當時咧就涉及到一個好重要嘅工作，就係有一啲嘅中共
資助有啲人或者鼓動有啲人去香港度發展社會主義，所以咧其實就出現咗左右派嘅陣營咧嘅矛盾喎。而家我手上呢一個咧就係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就由港督咧當時撰寫去英國殖民地嘅一個報告書嚟嘅。呢個報告書裏邊咧清楚還原咗咧嗰件事係點樣發生嘅。件事啊一開始咧其實就係嚟自荃灣嘅10月1號。10月1號咧喺荃灣咧有一個紗廠咧就發生咗一個衝突。呢個紗廠嘅衝突咧就係咩咧？就係當時咧有一啲嘅左派工人工會就係搞咗一啲嘅國旗運動，就高舉咗咧喺佢哋嘅大廈裏邊，喺紗廠同埋多間嘅工廠宿舍高舉咗國旗。呢個叫寶星紗廠事件。咁啊，然後當時有好多國民黨嘅支持者啊嘛，就同佢哋搶國旗就拉佢哋國旗。咁後來經廠方調停啦，又重新掛咗，咁但係因為呢件事咧出現咗暴力衝突，所以當時英國殖民地部咧嘅旗下嘅市政衛生局徙置區辦事處佢哋嘅政務官咧就決定咗唔可以喺大廈喺嗰個敏感時刻嗰度掛國旗可以貼，但係唔可以掛，唔可以用柱或者繩懸掛咁就可以係咁樣。你貼咧就貼喺唔好當眼處，貼喺室內咯，就唔可以喺大廈外牆度貼。咁當時喺石硤尾大坑東咧有呢個嘅委員會協調啦。李鄭屋咧當時有一座新嘅大廈咧係冇呢個委員會喎，當時係10月3號啊。咁啊10月9號啦，因為喺李鄭屋事件度咧發生咗出嚟，所以咧嗰啲地方嘅殖民地部官員咧就叫啲人咧就唔好貼啦。咁但係咧叫啲人唔好貼冇用嘅，啲人照貼嘅。喺李鄭屋嘅徙置區 G 座咧外牆貼咗一個好細幅嘅國民黨黨旗以及青天白日滿地旗同埋蔣介石孫中山嗰啲口號啦。咁咧當時咧就有2個嘅衛生局嘅官員咧就搣咗落嚟。咁因為佢哋根據係10月3號嘅既有規定啊嘛，搣咗落嚟。當佢哋搣咗落嚟嘅時候咧，就有居民聚集啦。當時好快咧就有300個居民咧喺朝頭早嘅大概10點鐘11點左右嘅時候咧就開始衝突，然後咧去到1點咧已經有300-400人咧係聚集。呢300-400人聚集咗出嚟嘅時候咧就要求佢哋道歉一開始咧就要求佢哋貼翻，道歉，職員咧係貼翻嘅，貼咗6-7面嘅紫旗。人群本來已經散開咗嘅，但係後來咧越嚟越多人咧知道呢個消息啦，一傳十，十傳百，最後咧有2000人，由300-400人咧本來散咗啊嘛，最後竟然有2000人竟然係要求咧佢哋道歉，不特止要求佢哋放炮仗道歉放炮仗咧其實有2個意思嘅，第一就係道歉啦。第二咧，亦都可以啦，借放炮仗慶祝呢個雙十活動雙十節希望可以反攻大陸再掛起呢個嘅孫中山同埋蔣介石嘅肖像以及咧要求咧啲職員咧喺報章登報道歉。咁啲職員梗係唔肯噶嘛，唔肯嘅時候2點15分咧出現咗打鬥啦，一個職員咧就喺辦公室俾人毆打，然後咧燒埋個辦公室洗劫咗。當時去到3點20分啦，人群咧散去咗，因為咧警察咧以催淚彈咧係救出咗傷者啊嘛。警察就催淚彈，但係催淚彈冇用喎，因為啲人散咗咧就遍地開花。官方嘅報告就話咧李鄭屋嘅紛爭咧其實由地方事件開始發生嘅，就冇組織嘅。但係去到晏晝3點鐘咧，就因為開始有黑社會嘅介入，組織咧就開始越嚟越明顯咯。有咩黑社會介入咧？就由呢個2個字頭，一個 14K。一個就和安樂，和安樂咧，大家知道咧係本來係香港呢一個汽水廠，荷蘭水廠叫做安樂汽水廠嘅工會嚟。咁但係咧佢搞咗個工會之後咧，你有個組織啦，你一定有人照先得噶，如果唔係你個組織會俾人打散噶嘛。咁點咧？佢哋加入咗和字頭，和字頭係咩意思咧？香港嘅黑社會大部分係洪門兄弟嚟嘅，除咗新義安之外咧或者係福爾興之外，大部分都係洪門兄弟。洪門即係天地會。天地會就係地震高江，一派清溪千古愁，門朝大海，三河合水萬年流。因為咧和字咧其實就係三河合水，就洪門嘅洪字3點水合埋一齊就和咯，合埋一齊咧就將三河合水天地人一齊結合咯。以和為貴，因為香港最早期嘅老牌黑社會就叫和合圖，和合圖咧合圖啦又叫硬殼，就係活躍喺呢個嘅香港仔西環灣仔而家仲有經營緊呢個嘅桑拿噶嘛。我長大之後仲
經營過呢個桑拿浴噶嘛，喺銅鑼灣灣仔一帶係嘛有2間好大型嘅桑拿就係佢哋經營嘅，後來就做埋賭船。咁當時香港好多嘅新嘅黑社會組織咧，由大陸嚟到，佢為咗尊敬香港最老牌嘅組織和合圖咧，就所有組織就加個和字喺度，就叫以和為貴啦，包括和勝和啦、和安樂啦、和勝以啦，呢啲都係用個和字嘅。咁 14K 就唔係嘅，14K 因為係國民黨組織嚟噶嘛，後來咧佢就即係再追述翻佢嘅祖先，話佢紅髮山紅髮山嘅 14K。紅髮山嘅組織，咁呢個忠義堂係另外一件事啦。咁所以當時咧就係報告裏邊話咧，水房同埋 14K 咧就趁火打劫去到傍晚6點鐘之後咧，就用石頭放火勒索店鋪將呢個暴動咧推向呢個極端化。咁呢個雙十節嘅活動由朝頭早嘅衝突變成咗黑社會喺晚上嘅衝突，遍地開花，由李鄭屋咧去到深水埗，再去到大坑東，然後再去到旺角，另外一邊喺荃灣就由呢個 14K 同埋和安樂咧帶咗1000幾人出嚟，利用國民黨嘅黨旗開始襲擊車輛，燒咗嘉頓麵包廠喺深水埗嘅嘉頓麵包廠喎，咁嚴重喎，所以警方咧要鎮壓咧就不斷咧就布防啦。喺青山道咧有消防車，然後有警察，咁互相布防。去到晚上10點衝突去到最高峰。當時咧有2個人喪生，5個人重傷。咁最終咧呢件事埋單咧，其實好多人受傷喎，超過咧60人咧係死亡，數百人咧係因此而受傷嘅呢件事件。咁三合會嘅介入，點解喺呢個時候三合會介入咧？係咪國民黨指揮咧？咁其實就冇乜可能係國民黨當時指揮。你諗下啦，你要打個電話去台灣然後台灣咧要即刻咧做一個短嘅決定 decisions， 你係好難可以想像到台灣係直接介入咗呢件事，只係因為咧呢個嘅40年代國民黨一直係資助咗黑社會，2大黑社會咧其實就係新義安呢件事，留意係冇新義安參與嘅，係得 14K 同埋和安樂，而和安樂從來咧都冇證據顯示係國民黨直接控制，但係新義安就冇參加過。新義安當時嘅重點咧就喺九龍城衙前圍道，佢個總部都係衙前圍道由調景嶺去到九龍城都係佢哋嘅勢力範圍，但係佢今次新義安就冇參加落去啦。咁如果新義安參加落去咧，就好明顯證明到咧同國民黨直接指揮有關，因為新義安嘅創辦人向前咧，佢係得到國民黨嘅受封噶嘛。而呢個嘅國 14K 嘅創辦人郭少皇雖然都係直接聽命於呢個國民黨嘅控制，但係去到56年嘅時期咧，其實慢慢已經失去咗控制。反而咧，你留意到咧，當時好多報章嘅新聞咧，就見到佢哋真係唔係做情報工作為主啦，而係做咩？真係撈偏門真係撈偏門。14K 同香港暴動，你見到佢哋做綁架勒索、踢人入會、參加暴動呢啲咧，都係咧同呢個嘅當時國民黨嘅指揮以外嘅工作為主。從好多嘅報章裏邊見到，咁好明顯可以估計。其實當時咧就係 14K 趁火打劫嘅機會係大。咁點解要趁火打劫咧？就係因為國民黨嘅資助咧開始減弱，佢去到台灣經歷過韓戰啦，反攻大陸嘅機會已經少咯。呢一啲嘅 14K 嘅工作咧喺香港咧嗰個利用價值亦都減低咗，所以資助咧應該係會因此而減低。當佢哋減低嘅時候咧，佢哋想辦法要維生噶嘛，想辦法要增加自己影響力噶嘛。所以咧喺呢個嘅雙十暴動裏邊咧，原本由情報工作變成咗咧推波助瀾，變成咗咧係令到呢件事件咧係急速咁惡化升級喎。咁當急速惡化升級咧，淨係黑社會帶咗1000人，佢哋就勒索埋其他嘅鋪頭，搶劫埋其他嘅鋪頭，和字頭亦都參加埋一齊。咁所以呢個雙十暴動咧變成由國旗事件轉為搶掠、打砸搶，成件事又唔同啦。10點鐘嘅時候，當時殖民地嘅警方就認定咗三合會係煽動同埋指揮，就開始大規模鎮壓啦，就放催淚彈、開槍。一間咧係賣中國土產嘅食品，俾三合會咧搶劫。廣東省銀行又俾呢個嘅三合會咧搶劫。殖民地部大臣當時咧就係馬上咧命令咧港英殖民地嘅政府警察要大規模鎮壓。咁所以呢件事咧就鎮壓啦。喺第二日10月11號喺呢個嘅荃灣咧，亦都有500人出現咗呢個暴動，由旺角去到荃灣，
不斷咁有人掟汽油彈啦、掟煤油啦，開始有衝突啦。件事咧去到12號至16號，警方咧就大規模鎮壓，因為呢個敵進我推呢個彼竭我盈固克之，其實個目的就係咁，好似曹劌論戰夫戰也呢個就係要彼竭我盈固克之，一鼓作氣啊嘛，再而須三而竭噶嘛。去到12號嘅時候咧就大規模搜捕啦，1170人被捕，有800人咧被控暴動呢個件事件就係咁樣嚟嘅。咁啊有好多人坐監啦，咁啊呢個雙十暴動咧就發生咗啦，有警方槍傷嘅人數有41人，煙彈造成嘅死亡人數有3人，即係警方係槍殺咗41人。荃灣暴動造成係8人死亡，消防車事故都有3人然後呢個喺拘留所咧自尋短見有1人，然後火傷有3人，總共咧有59人至60人咧係因此而死亡嘅。咁嘉頓麵包咧被燒咗啦，嘉頓麵包咧估值當時係300萬港元，300萬港元係幾犀利？你諗下幾犀利？俾你睇下呢個1956年嘅廣告，報章廣告。1956年喺青山道嘅一個舊址，一個洋樓3房1廳500尺嘅啫，係9400蚊。嘉頓麵包廠咧可以買到300幾間呢啲樓啊！如果300幾間呢啲樓而家收租係發咗達噶啦，係咪啊？咁呢件事咧嗰個升級咧就係因為咁樣而爆發咗出嚟啦。咁唔單止咁，仲係點樣升級咧？你睇下燒咗咁多樓咧，去到英國嘅殖民地部咧，佢哋有詳細嘅討論。喺英國嘅國會咧，當時咧就有詳細嘅討論啦。話呢個三合會事件係點樣嚟？就殖民地大臣就九龍騷亂表示咗聲明，就話呢件事咧係小規模嘅騷亂，警方咧就係維持秩序，結果黑社會介入，然後就爆發大型嘅騷亂。呢個報告就咁樣嚟嘅。咁當時咧呢個報告咧就話咁多人死亡，然後英國嘅殖民地大臣又話咧佢要代表英女王咧對騷亂咧深表遺憾喺騷亂裏邊嘅受苦難嘅人民咧表示到慰問。咁而咧就要成立呢個嘅調查，由英國嘅殖民地大臣、英國國會開始咧就係做呢個嘅調查。咁呢個調查咧最終咧就係得出咗結論啦，就係由地方嘅官員造成嘅衝突開始，最終咧就三合會介入，當時就攻擊好多香港無辜嘅百姓，以及咧乘機搶掠咗包括英國裔嘅一啲嘅人嘅財富，最終發展咗出嚟嘅。咁所以呢件事你見到咧，三合會喺香港嘅勢力咧，從來同政治都有關嘅。以前就由反共，最初咧就係反清復明，和合圖就係反清復明。點解叫合圖啊？就係合圖大業啊嘛，反清復明啊嘛。所以佢嘅合圖咧就唔係食得嗰個合圖，啲人咧冇乜知識嗰啲人咧就以為係食得個合圖，所以後來佢改咗花名叫顏學，個目的就係咁解。咁由反清復明變成咗係親國民黨，到而家咧就成為咗跨境鎮壓嘅組織。其實一路走嚟咧，都係始終如一嘅，同政治係分唔開關係咁所以話黑社會都有愛國，目的就係收編佢，用行政吸納黑社會，將佢哋加入鄉議局，加入香港嘅地區議會甚至乎咧返大陸做生意上電視台做好多外國嘅商人嘅生意咁呢個咧就係個故事啦咁所以今日經過我詳細嘅調查咧，就可以解釋到呢個嘅黑社會轉型嘅前世今生。咁如果你對呢個題目有興趣咧，歡迎你留言。當然有好多人我每次講黑社會嘅話，你都唔識嘅，你又唔係根字頭。咁我當然唔識啦，唔係根字頭啦，我係根據英國殖民地部嘅歷史檔案去解密俾大家聽嘅。咁如果你相關嘅知識咧，你可以喺下邊留言，多謝大家支持。希望可以share 呢條影片俾你有興趣嘅朋友，長留言可以推高演算法以及咧撳入去睇翻我以前咧相關嘅影片。多謝大家加入收費平台同埋 YouTube Members Patreon， 可以咧支持到我繼續創作，即使流量下跌咧但係如果會員人數增加咧，我嘅創作咧嗰個時間亦都可以保持。希望大家可以支持，知識有價，拜拜。